早安，欢迎大家来我们未来大学的先修班的课程。那大家都收到了一个你们的学号 T2028，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学号 T2028的未来大学先修班。那我们的班长2年前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用各种创新的方式，在想尽各种办法，去找到他们想要学，然后他们想要变成的一种人，变成的一种学习者。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4位我们的小学长姐们，然后他们分别来自工学院、医学院、生农学院，还有人文学院。那我们大家安静的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也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面对的教育挑战。所以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我人生根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非第1名不可这样的自我要求。需要一个 role model。我们系公布栏只会贴出谁考上高普。这个不能当饭吃。我想知道其他学长姐科系也会被贴标签。哦，你外文系的，那你可以帮我翻译这个吗？你社工系的，那你以后要当志工吗？没兴趣，所以提不起劲来。觉得成绩不好，好又转。戏剧系的，那你表演人生根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非第1名不可这样的自我要求。大家好，我是台大工科大4的张哲浩。大家好，我是哲学系的谢璇。大家好，我是园艺系硕一的王贤慈。大家好，我是医学系肖显维。今天很荣幸的代表其他台大的同学在这里和各位分享我们几个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谢璇，是哲学系的毕业生。高中的时候，我其实不是第1名毕业的，不是大家所谓的第1志愿，所以一开始进到台大非常的不习惯，觉得身边的同学好像都很厉害。哲学系的考试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很常考申论题。申论题意思就是指说，如果你不会写，你就是完全写不出来，没有任何侥幸猜对的空间。所以大1的时候，我读不懂，也不会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大1的成绩，我拿了一个 C-。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挫折的，因为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们说，你要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啊。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没有人告诉我，我如果不会读书，我应该要干嘛。所以整整1年，我都一直在想，完了，我该不会不适合这里吧？我该不会是侥幸考上了吧？那个困扰伴随了我1整年。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词专门在讲这种心情，叫冒牌者症候群。意思是指说，我当初会一直觉得不适合这里，但是你真正要我离开，我好像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对我来说，我的转捩点是大2的时候，我开始去参加一些外面的实习跟活动。我发现原来学习不只是
可以再发生在教室当中。对我来说，反而专案式学习是更有帮助的。所以我就陆续的开始找了实习，玩了社团，参加了不同的活动，甚至发起了自己的计划。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学了专案管理，学行销，学一点设计，这些体验让我不断的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最后真正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参加了很多教育部的活动，因为我很在乎性别平等里面的家务分工，所以在大二、大三那2年，分别去了瑞典、丹麦、美国去参访一些国外的组织。照片中是我去瑞典拜访一位摄影师，他专门在拍爸爸育儿的照片。隔年回台湾，我们和瑞典商贸办事处一起合办了一场摄影展，把他的照片搬回台湾展览。但是有这么多跨领域的学习，身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哲学对于我来说到底有什么用，还是一直困扰着我。我后来在大3那一年，和系上同学找了14名高中生，一起办了一场哲学展，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哲学问题。在那个场域里面，邀请大家把哲学搬进生活当中。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主要原因是因为系上其实是比较重视学术理论跟哲学家的一些思想的教学的，但是并不强调如何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些我所学的东西。但是哲学对我来说意义并不是谁讲了什么话或谁的论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反而是它教给了我看事情的观点，还有做出一个好的推论、好的论证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个哲学展让我将这些东西搬进生活当中，我相信哲学对我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我就不禁开始想了，我虽然在大学过程中有从挫折找到自己的出路，但是在这个环境下，其实还是有很多压力存在的。如果台大是一个把专案的能力看作跟考试一样重要的地方，会不会不一样？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体制当中有更多的学习和探索，而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我其他的东西？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机会专案和考试一样重要？这些我生命中的转折挑战，对我来说都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的原因。那我是谢璇，这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工科系的哲浩。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大学生活，跟我对未来大学的一点想象。首先呢，我是一个重考生，我现在可以很不避讳讲这件事情，但是当年的我非常的在意。国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这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一个成长历程。那在每个阶段，我都是以第一志愿来要求我自己，直到我大学联考考爆，才让我重新思考：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真的是成功的定义吗？所以我才在想，那医学系是不是真的我想要念的东西？我发现医学系应该是我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些虚荣心，跟满足家里的期待。我真的想念的是像可能电机或是机械这样可以自己动手创造东西的科系。但比起要念什么样的科系，我更在乎的是，我是不是能够进到一所好的大学，然后结识好的朋友，然后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创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其实进到台大之后，我非常的开心，我加入了台大学生会的新闻部，做很多议题的倡议跟报道。然后我也加入了台大的艺术季，规划了1整年的艺文行销活动。我曾经也参加过台大的海外交换计划，我去的是 Stanford， 在那边我做了很多关于新创相关的研究。我自己做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对教育非常的关心，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以往的一些迷惘跟困惑，我创立了一个教育的频道，教育的 YouTube 频道，叫做少年早餐店。它是那个笑人，台语那个笑人的一个笑人。那为什么会想要创这个频道呢？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不是缺乏教育的资源跟一些资讯，而是大家好像对于教育这个词太陌生、太有距离感，而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就接触到它。我觉得教育不是应该只是一个义务，而是教育能够让我们透过它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所以我拍摄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影片，去诠释我们在课本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知识，然后用不一样的视角去解释大学科系
的一些介绍。那我们频道呢，在今年度募集65万的资金，召集100多人的剧组，我们拍了一个线上的影集，叫做《请问要去哪》。那这个请问要去哪呢？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我们需要问每一位观众，请问你现在还满意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吗？请问你还满意自己的学习状况吗？那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进入这个我们拍摄的剧，依照里面的角色他所面临到的一个角色的困境，那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选择？我们在10月中的时候，完成了一场映后座谈会，那是在松烟诚品电影院。那这也是一场教育论坛，我们邀请来自业界、来自教育界、来自影视界不同的来宾一起来共同讨论未来人才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行动，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教育需要各方各界的努力。那最后回归我自己本身，我身为一个工学院学生，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做那么多事情？那我想说，这其实是因为这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愿意花时间下去做。但其实我已经把自己的时间用得非常的精简了，但我还是发现我在很多时间在穷忙。穷忙些什么呢？穷忙着要毕业啊，要满足毕业学分的要求。我要如果你随便抓一个路上的工学院学生问，那你说大学有选课自由吗？他们会说我们只有很多的必修跟选修专业选修学分，我们没有所谓的选课自由。所以当我们真正想要修的课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也没有心力再去修这些课。那很多人会质疑说，一个工学院学生为什么要修这些奇奇怪怪的课，或者说为什么要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我想每一个体验跟我做的像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学习的价值，我都把它当成是每一个学习来看待。最后我想要一些问题来作为结束。我想问看大家，当我们的学生已经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学校跟科系为什么还要用过去的一些标准来看待我们呢？当学生已经很努力的在做一些课堂外的一些参与活动的时候，那么学校跟科系是不是有办法再提供一些协助跟帮助，让我们学生不会单独自在摸索这些课外的参与跟探索？最后，我们的现在的教育体制真的有办法培养出人才，是能够去解决现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跟需求的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更有一些弹性，那是不是学生们能够去做更多的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一些行动，而我们的人才将会更有开创性，而更有每个人独自的创造力。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园艺系硕士1年级的王贤慈。我们家3代都没人从事农业，然后我也从小生长在都市里面，所以对于我而言，知道为什么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想要知道我到底可以从园艺系里面带走些什么，甚至是这4年毕业之后，我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才来回应目前台湾的社会问题。园艺系对大家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种花、种草、种果树，而且要把它种得好的一个科系。但殊不知，除了把植物种得好之外，你还要更了解那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植物生理机制，或者是分子生物技术。于是我们每天都在 lab 里面，或者是每天我们就有贯穿大学4年的化学实验课，包含了预报、捷报，还有一些可以抄的家产。对。那所以呢，因为这样课业繁重呢，所以我们有很少的时间可以去探索我们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然后甚至是我们未来人生规划要做什么。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农业的工作机会对于台大学生来说，其实并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就会以此为借口，想说，我绝对不要去思考我未来毕业后干嘛，反正先把捷报预报先写完再说了。在此同时呢，台湾的农业社会开始有一些既有的问题一一浮现，包含了农地工厂、
乡村的人口外移以及产业凋零。我们觉得广义来说，我们确实是农业的一环，因为我们是园艺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但上课的时候，老师好像都忘记为我们打开那一扇看见台湾农业现况的窗户。于是我决定从预报跟捷报还有文献回顾里面抬起头来，我尝试着筹组生农学院的读书会。我们原本以为应该会很少人来参加，因为大家真的都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培养微生物或者培养基之类的。但没想到，我们召集了一群又一群的同学来参与。我们都会笑说，我们绝对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我们都很好奇，我们为什么在农业科系里面，我们到底可以为农业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清晨4点的时候，拜访了台北农产预造公司、花卉拍卖市场、渔产公司。我们甚至开启了读书会，讨论台湾农业现况、全球粮食、公平贸易，然后生物科技技术。我们甚至大胆的想象，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创一些农业的创业？在这些看见里面，下一步我想要更了解农村，我前往到了印度去进行实习。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把当地的番茄把它采收下来，看看它怎样才可以放比较久。同时，我看见教授在当地做的专案，就是把洋葱在产季采收下来之后，以保存技术让它放得更久，避免在产季的时候涌入市场造成的价格崩跌。因此，农民的收入确实有达到提升。于是我开始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我在农院，为什么我在园艺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高3那年，生命教育课想要叫我们做一些性向测验。我那时候非常喜欢和人群相处，我想说，我绝对不要念一些要进研究室的科系。没想到我却来到园艺系，却透过这4年的技术培养跟学习，我可以进入到农村，和我最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共事，发挥社会影响力。这是我的故事，我是王贤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医学系大6的肖成伟。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梦想着在医院之外也能拥有影响力的医学生，他在台大的一个学习历程。那医学系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刻板印象，不管是背负着外界的期待，或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一直都是在成绩单上有着近乎锱铢必较的执着的一群人。当然我也不例外。那在在上大学以前，其实我的路是一条很笔直的路，就是只要把一路上的考试考好，就能够进入梦想中的台大医学系。那当然，这个想法在进入大学之后，因为失去了进入台大医学系这个目标，好像就开始有点迷茫了。因为迎接我的大1、大2课程，其实并不是那么个医学导向。我们常常戏称说，我们大1、大2的课是进阶的高中物理、化学、数学，比如说普物、普化、微积分等等。而且很难想象的是，其实我们的必修之中也有像是哲学概论或者是社会学这样子，乍听之下好像跟医学没有那么相关的课程。那我一直到进入到医院见习大5、大6的课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修习这些人文的课程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在内科病房的时候，和住院医师学长一边手扣着氧气面罩，一边陪伴着因为败血症折磨的病人，在他临终时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一看着他的家属，握着他的双手，讲着对他临别之前的一段话。我那时候心中其实是有很多的思绪涌上心头的。那时候我才了解，原来我们学习哲学，或原来我们学习社会学，是因为我们能够学习前人关于生命议题这种很重大议题的省思，才能够更帮助我们在医疗这个工作上面，遇到这种悲欢离合的议题时，能够有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们在必修课程的时候，就能够带给同学们很实际的经验，那我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的囫囵吞枣，而是更有学习动力的学习这些课程？那我在大3的时候，除了一叠一叠的共笔海之外，我也很幸运的，因为系上的老师过去在博士班的人脉，有学习到一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线上交流活动。那在这个活动之中呢，我们每2周会跟对方的医学生在线上用 Skype 进行交流。当时我的想法其实是不要丢台大脸，所以每一次的交流活动中，
都分享一些很硬跟我们解剖学必修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没想到，其实对方的学生在私底下私讯的时候，常常跟我说，其实他对于我们在解剖学课程之中，对于我们解剖的大体，或我们尊称大体老师，那一些专业知识之外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会有的家庭访问，在最后的缝皮、整容，然后最后火化仪式，对他们来讲影响更大。而这其中，我在1年之后遇到这一位纽约的同学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当时就很感动于我们对于大体老师生前作为一个人的意义的重要性。所以其实他们已经付诸行动，结合他的同学开始进行家庭访问，还有最后的简单告别仪式。他们的行动力一直让我感到很惊讶。在2020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我反而拥有了和他们一样付诸行动的机会。有一门跟电资学院一起合开的医学电资专题课程之中呢，我有了第一次跨领域的学习经验。那在这课程里面，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在疫情期间，许多第一线的检疫人员其实缺乏了检疫的装备。那我们能不能够设计一个机制或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我很享受的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电焊开始，到设计程式，最后设计出来的一个原型，它是一个自动的裁剪机器人。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就是减少人员跟第一线的接触。那我们接到了疾管署那边的托付的任务，我们就一起翻译了疾管署一些关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文件。那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有些人进行翻译，有些人架设网页，有些人写作专题。那最后呢，我们的成果也得到就是卫福部的陈时中部长的肯定。那我想说的是，在我期待的未来大学课程之中，行动是很重要的。除了我们在传统的课堂中的大堂演讲之外，我希望我们能够赋能，让同学们能够实际的将自己所学付诸行动。谢谢大家。谢谢刚刚4位学长姐。如果我们打破我们既有的一些专业格局的思考，我们刚刚其实听到的是4个年轻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自己的学习动机，以及他们在学习上面探索的历程。比如说刚刚才走回去的贤维，他是从哲学、社会学这样的厚度开始去体会，开始去尊重他的病患的家属，在病患面对生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他们大体老师的家人的心情。那我们刚刚听到拥抱社会责任的贤慈，他从园艺的专业，从加工处理的科学开始跨入一种国际的偏乡，以及台湾的社区，想办法去解决台湾的农村的当季产量过剩的问题。那我们也听到我们哲学系的谢璇，他用系统思考的方式，把哲学的大哉问融入了他的生涯，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那我们更听到勇于面对自己的重考，然后进入了工科海洋的哲浩，他变成了同时是工科海洋的学生，也是一个教育的电影的制片人以及 YouTuber。那当我们的年轻人都这么努力的、这么认真的想尽各种方式的 breaking barriers 的时候，请问大学在哪里？学校在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班长说一说他的初衷。好，各位同学好。首先我要谢谢刚刚几位同学的分享。我虽然是和这几位同学是时隔40年的老同学，但是我听了他们的分享，
我还是非常有感触。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同样有许多的困惑，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也不知道学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就等到我离开校园的时候，不是像很多人一样是怀抱着自信，其实是充满迷惘，还有惶恐。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很希望能有机会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有机会可以解决。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讨论，给了我一个机会，试着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今天以 Pioneering the Future 作为题目，我就很希望我们这一班的讨论可以成为台湾未来大学与未来高教的开创者。那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么样的不同，年轻的一代是数位的原生代，和他前几代的人又有许多上根本上的不一样。那这是我们自然会问，这个大学的未来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会希望未来大学它是要怎么样来面对时代，符合时代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以未来大学为主。未来大学相对于已经持续超过200年的现代大学，我认为它是一个根本上的改变。所以呢，我想先从历史的纵深上来看大学改革。大学的改革从11世纪的中世纪大学开始，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程。这个历程中间包括个人思想的普及，主权国家的兴起，所以从传统的教会与神学的阴影下离开，然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我们称作现代大学。在这个整个现代大学的演变过程中间，有2个主要的路线，一条是从法国，一条是从普鲁士开始。当初拿破仑革命以后，为了对抗王权，所以他努力的想把大学收编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训练政府的技术人员。可是，在另外一端的普鲁士改革中间，以洪堡为首建立的柏林大学，它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事实上也奠定了后来现代大学的基础。那在这个今天我们称作 Humboldt Model 这个洪堡模式的路线上呢，现代大学的雏形是这样诞生的。首先，它强调研究和教学必须要结合在一块儿。教学的内容呢，不是应该基于一成不变的空泛的想法或教条，而是应该建立在经验或者实证的基础上面。那要训练的学生呢，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是能够关怀国际世界上的事物的世界公民。那大学更要防止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大学有权利决定自己要教什么样的东西，那因此强调了学术自由，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大学自治的滥觞。在另外一端的大西洋的另外一端，美国大学呢，它在19世纪中期，它也开始逐渐脱离神学。当一批大学的老校长们逐渐几乎在同时退休以后，美国大学也开始改变，逐渐修改他们的课程，也朝着现代大学的路程迈进。在中间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哈佛大学的改变，由当时的 Charles Eliot 所领导。然后透过整个工业化的过程，美国的大学也迅速的开始转变。那当然，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步，美国的大学从政府、从企业得到更多的资助，因此跟政府跟产业也有了更密切的结合。在这样子的新模式，更多的金钱来自产业与政府之下，好处是美国的大学在研究成果上快速进步，但是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大学跟产业的结合。那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大学延续了将近2个世纪，虽然时代改变，学科跟内容也许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基本的大学的结构、教学的方式是大体就是沿袭这个洪堡模式的现代大学。但是我们今天时代已经不同了，就像当年的时代的转变催生了现代大学。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时代改变
也已经在催生了新时代的大学的产生。那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层出不穷、推陈出新、一再出现的各种颠覆式的科技，还有整个全球化的连接。这中间从云端到大数据到 AI， 还有其他许多种种不同的科技，都在快速地改变了产业和社会的样貌，也改变了人际的关系，还有人类接收传递资讯的方式。如果我借用 Castellan 跟 Poland 的观点来看，以前我们看世界跟现在看世界不一样，在它的定义中间，我们现在看的世界方法是一种量子观点 （quantum perspective）。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更强调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多样性。然后呢，整个世界是充满不确定。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牛顿式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是绝对的、单纯的，甚至可以简单的化约用一般的公式就可以描述世界的复杂现象。当我们今天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么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在看待教育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甚至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间，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察，说在未来的世界中间，也许每个人5年、3年就要换一份工作。换句话说，他必须长时期固定的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整个学习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延续过程。所以他甚至用这个名称称作 60-year curriculum。换句话说，你得长时期的学习。那这样的方式跟我们传统，至少在大学教育中，把我们生命中的学习定位或局限在一个4年期或者6年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不是我们，只有我们才观察到这些现象。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些现象，也因此开始对教育该如何回应这些时代的改变做出了一些想法。譬如说，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新的教育的平台、新的概念的教育体系出现。譬如说，2008年出现的 Singularity University， 大家最熟悉的 Coursera 在2012年出现 ，Minerva School 也差不多在2013，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平台，大概都在2010几年出现。然后为了回应这样子 ，Stanford 大学它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在他们自己的检讨 Stanford 大学部的教育中间，他也提出来他的事实 report， 而且更进一步，他在2013-14期间发动了全校的老师、校友们共同讨论出，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 Stanford 2025 Initiative， 它中间提出来了他们对未来大学、未来教育的一些想法。这中间包括我这边列出来的，像 Open Loop University、Paced Education、Access Flip， 还有 Purpose Learning。但我这边不可能去讲到这些细节，但它中间都有了非常多颠覆的想法，相较于传统现代大学的旧有形式。那当大家都看到这样的现象，别人也提出来了一些回应，有了一些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在台湾，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未来的大学？首先，我想借用这个以前的 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他在事实 report 里面提到的一句话，他这个重点，他其实是强调教育中间很大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在为未来做准备，而未来是还没有发生。所以，大学教育应该不仅于传递过去的知识，还应该让大家对于未来能够有所准备，知道如何应对未来，而且能够找到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今天从台湾大学开始启动有关未来的大学讨论，对我的意义来说，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这里，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参与讨论的同学，我们其实是要准备开创未来。而我觉得开创未来本来就是台湾大学的使命。当年傅斯年校长有一句很被我们大家常常转述引用的话，就是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与宇宙的精神。那我如果今天把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与开创未来。而开创的精神，在我来看，就是副校长强调的宇宙的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未来大学，至少在我初步的想法，我们希望可以达成以下的一些目标。在这个新的体制之下，未来的大学中间，每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自己的志趣，他不会迷惘于自己要学什么，为什么去学。
它中间它有充分的动机自我学习，也能够自我实践。那更是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体系中间充分发挥所长，没有人被闲置，没有能力被浪费，所以更有助于加速群体智慧的累积。而且也因为大家可以在这地方充分合作、互相讨论、互相激荡，更有助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意识的形成。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讲未来大学的 University for the Future，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以 Pioneering the Future 为题，我刚刚提到，我们是希望让所有参与的讨论都能成为台湾未来大学、未来高教的开创者。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比我再小一点的人，我们这代有幸得到上一代前辈们的帮助跟庇佑，所以让我们有机会发展未来。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为后代开启一个不一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讨论，事实上就希望能够由下而上，汇聚大家的智慧，让下一代稍微再大一点的世代，大家共同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讨论未来大学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形式，该有什么样的内涵。这样子未来大学，我们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也有一些初步结果。那有关这些讨论的结果，我就交给我们班的 Robin 同学。谢谢大家。各位关心台大未来还有台湾高教未来的同学们，大家好。未来其实有点等不及啊，所以我也不等盛林同学的介绍，就自己跳上来。我是未来大学的这个工头啊，大家都叫我工头。所以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未来大学。那很多人都说台湾人其实习惯于处变不惊啊，就是我们通常希望能够以变来应万变。不管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撑一下就是撑一下啊。那像现在因为疫情关系，世界在做很大的变化，我们因为有幸可以比较不受疫情的干扰，但是大家也忘不了持续的防疫也好或者进步也好啊。那所以当班长跟我说，来弄个未来大学吧，我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台湾要做改变，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虽然有点有时候会改变的，大概都是由很有想法、深谋远虑的长官直接交办下来，那大家就去做啊。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利益蛮好的，但是后来执行就开始歪掉的一些政策啊。我今天没有要谈108课纲啊，那所以当班长希望说我们这个讨论能够由下而上来推动啊，那我想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本着动手做再说的创客精神，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开始慢慢的积极的慢慢的积极是相反啊，不过我们只能慢慢的但是很积极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想办法的办了非常办了很多场的未来大学的讨论论坛工作坊等等不同的形式的方式。结果我们这才发现说，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个渴望台湾有所改变、渴望台大有所改变的声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甚至一直来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可以尽上他们一份心力的一些人那我们这才发现说，原来台湾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台大的未来、台湾的未来、台湾高教的未来那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我们的行政同仁，有的是我们业界的伙伴，有的是我们的校友那这些人他们都没有什么样的私心那甚至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不管是行政同仁也好，或者是校内的学生也好，听到了未来大学开始出现闪闪发光的眼神，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事情。而经过了上百场的活动，还有上千人次的讨论之后如同刚刚班长所说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为
这个开创未来那英文是 pioneering the future 而愿景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从学习者的自身开始首先提升自我实践的能力接着能够促进群体智慧的累积进而可以增进社会共同的意识。那而未来大学的具体任务呢，我们认为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这里的开放呢，我们指的是我们希望学习可以打破在学习上的各种限制，包含了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甚至是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想法上的一些限制而这里的学习者呢，也不单单指的是在学的学生不是这个18到22岁的这一段的大学学生，或者是更小的中小学生，而是在这个校园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一个学习者，包含了学生，包含了老师，包含了校长因为现在是班长，所以我们可以说校长也得学习那甚至还包含了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行政同仁都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者，大家应该要不断的来学习以面对未来无知的挑战，那大家共同建立起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那如同我们常常说，给人一条鱼，不如教他怎么钓鱼。为什么我们常讲这一件事呢？因为鱼你吃完了，它就可以自己去钓但是呢，在世事多变的今天，我们也得想象说，万一河里头、海里头，它的鱼已经钓不到了，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也许应该是要除了也许教他钓鱼之外，更重要的是教他学会如何钓鱼的这件事那我自己念大学念的科系是资讯工程系那资讯大家都很羡慕说，哇，这个是现在当红的科系这个未来这个前途一片光明又灿烂可是大家也要知道我们大学4年所念的东西呢，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刻，完全就立刻变成了历史那我这个回台大教书每2年、每3年，甚至每1年就得要更换一次教材那所以这个所以好像并不是大家这么的羡慕好，那所以这个我们未来大学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谈到学习者为中心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大概有3个第一个是呢，我们希望将学习的主导权还给学习者本身强调这个所谓的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第二个呢，是我们希望学习呢可以回到所谓学习的初衷、初心学习很单纯，我们就只是为了要求知求解我们就是要挑战极限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学习的重点是学会学习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很多次的讨论当中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实践自我这样的回圈我们用这个来收集大家对于学习上的不管是想法也好，或者是困惑也好，或者阻碍也好，那我们认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己那需要先有一个自觉有认识自己之后然后你接受到一些外界的启发，不管是修了课也好，做了一些实践也好，那么你就会开始有了一些动能，可以去做一些行动。那借由理清了目标之后呢，再借由一些养成的这个能力的养成，那么持续的实践那最后呢有时间我们进入一个反思，那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实践自我的回圈，大家就在这样子的回圈当中学习跟成长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正向过程呢很容易受到一些的阻碍例如说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谈到的问题通常是大家都很习惯被动缺乏了学习的动机大家习惯被动的接受而在校内的学习呢，常常也会因为必修跟毕业的学分过多，或者是科系的这个课程限制，而减少一些受到外在启发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在厘清目标的时候，也会常常因为这个大家说的
学员落差也好，不知为何而学也好，这样子的应用机会不多，而让我们的厘清目标变得非常的模糊那么其他的诸如像说是学习方式的选择少，或是成效呈现的单一化这些大概都是老生常谈，大家都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所以呢，回到所谓的未来大学，如何建立这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呢？我们认为这个它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尽量的鼓励探索、体验、跨域共学，给予更多的自主的机会，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一些引导那整个的体制希望它是一个开放跟信任的。那所以在归纳很多次的讨论之后呢，这个我们归纳我们收敛了几个方案跟想法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希望这些方案跟想法呢，能够打破一些在现在大学我们遇到的一些阻碍那包含了像说主必修的边界例如毕业跟在校生的界限例如教师跟产学的疆界这样的东西，那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学习的环境跟样貌。那首先我们谈的是探索体验那在探索体验方面呢，我们谈了很多的方案，包含了像说产业学院、探究式学习、流浪学习等等那探究式学习呢，这个已经在教务处的规划当中待会儿教务长不是我们负责教务的学长简称教务长会跟大家做些介绍那我这边呢，先就流浪学习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很多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总会有希望有一些会觉得好像有些时间需要稍微放空一下，稍微沉淀一下那很多当过兵的人大概也都会同意说，当兵的时候反而是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人生的未来的下一步的一个转捩点那这个如果这个同学们有在追班长的东影日记那大概也知道我们的班长同学呢在东影的时候这个望着大海，然后跟远方的长发女孩现在是老太婆这个可以讲对不好意思这个书信往返那这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雨喷洗手的转捩点那所以大家或许知道在大学教授呢，我们大概每隔7年有1年的所谓的 sabbatical 这样的一个制度虽然不见得大家都能够修得到那就是希望说在这个繁忙的研究跟教学生活当中，可以有一段时间重新 refresh 一下，然后重新的去思考新的研究的课题。那所以我们的学生是不是也有机会呢？可以在求学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类似像 gap year 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见得是 gap 1 year， 也许它就是一个 gap 1 month， 也可以是甚至就是一个 gap 1 week那让他可以有机会呢这个好好的去沉淀一下他所学的一些东西而非一直囫囵吞枣把它是怒塞满满，然后不知道为何而学，然后就自爬吞下去而已。那刚刚谈到的这个校友学习呢，其实是跨域共学这边我们所谈到的。那我们称它为校友保护计划那所谓校友保护，就是说很多人在进入场当中会想要在返校多做学习也许呢我们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赠送每位校友这个20学分或30学分的免费学分终身有效，让他们可以随时回来学校充电学习甚至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发放所谓的校友3倍券那他可以这个回来这个折抵他这个所需要的学分费那这样所带来的好处呢，可能有3个对校友本身来说，他可以获得一个随时回来充电的一个机会那不管是他毕业了多久，他大概都可以回来获取更新的知识那对学校而言，我们也可以增进对校友的连结跟照顾那更重要的是对年轻的在校生来说
我们18到22岁的在校生来说，从自己的课堂上，除了同年龄的学生之外，可能会有比你大3岁、大5岁、大10岁，甚至大20岁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来面对一个专案问题来做讨论我想这个可能跟平常在职场上跟这个同事的讨论，或者是同年龄的学生的讨论来相比，可能有更多的刺激可能更多的成长。那在自主引导方面呢，我们谈了很多包含了领域专长混成学习，这个也在教务处当中的规划当中那我这边就空白学生的这件事情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所谓的空白学生指的精神呢，指的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主动学习的学习者可以自主的去拼组一些领域专长，可以让他规划他自己的所谓的主必修的课程那好，那所以如同刚刚班长所说的，我们的大学的设计呢，其实一开始目前的设计是比较像是工业时代下的设计，所以我们很多的那工业时代我们其实要训练就是一批一批量产型的我们说是工人其实这个我们的也好，或者是说一批一批的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但是大学或许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的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可以让个人发挥更多的能力那所以呢除了我们现在传统型的这个以教学者为中心的这样子的课程设计，或者是由上而下的学系课程学位学系学位学程这样的规划之外，是不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一些有想法的这个学习者，我们可以自行的拼组一些领域模组的领域专长的模组那制定他的主必修的课程，甚至是他的学位等等那在开放信任方面那在我们很多次的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说，我们其实是一个以不开放跟不信任想法在设计整个教学体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呢老师常常不信任学生会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就会常常要点名或者来个突击小考让那因为我们不相信学生会想要念书，那我们的学校呢也不见得信任老师会好好的教学，所以就弄了一堆的评鉴希望这个老师们要好好的要做他的事情那我们的教育部其实也不太相信我们的大学会好好的办学所以就会弄一些很形式主义的 KPI 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让整个的教学环境，我们整个大学环境可以更加的开放、信任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做实验性质的教育沙盒，可以在校园里头出现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新形态的教育学的方式的尝试那来翻转整个的教育的体制那最后我们谈到的是所谓的学历证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的这件事情那而不是一张毕业证书以一个单一化的单一化的指标一个毕业或者是一个 GPA 来框限我们的这个来定义我们的学生那最后我今天站在这里，其实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整个参与过未来大学讨论的每一个声音那这个呢是汇集大家众人的智慧那其实我这2年下来当这个所谓未来大学共同，其实我是每一次的活动都非常的感动跟感激那所以也谢谢在场的各位见证人参与我们的未来大学的活动跟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跟建议那最后呢，我们希望这个所谓的未来大学呢，希望说我们可以为台湾、为世界培养出能够开创未来的台大人那接着我们请负责教务的学长，帮我们说明这个未来大学。
更好的。谢谢陈学弟的介绍哈。那我是负责教务的学长。那刚才我们负责全校的这个管学长也讲了好多。那以下呢，我是希望用大约15分钟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大学怎么样来建立，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学系的这个藩篱，建立更好的这个学习制度与学习内容，让我们的这个同学可以学到更有效能、更符合未来发展的这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趁机在这里来呼吁、建议我们的这个教育部能够好好的实现我们这个教育沙盒的理念，让大学在执行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更有弹性，让我们在追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的时候，能够更快速的来因应。那刚才管学长特别提到，很多这个颠覆式的科技在发展，很多世界的改变是非常的快速。那世界一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快速的变动环境底下，我们大学端如何来培养学生应变的能力，甚至呢如何来培养学生创造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这次我们讲的主题，创造未来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学生具备各项的自己想要有的兴趣专长，来发展更好的他的职业。那台大在过去1年里面一直在检讨说，我们在学系端怎么样来改善我们学系的这个教育的内容，所以对于课程的改革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希望各个学系开始来讨论，这学系里面有哪些领域专长是以前就非常优良的，而且未来也很有需要的。那有哪些领域专长是可以因应现在社会的改变、世界的变动，能够来增加的，或者能够来修正的？然后把这些领域专长建立好之后，我们未来的这个学生就可以学到更好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跨域的合作很重要，跨域的创新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台大其实是以固本深化跟跨域创新当成我们的教育的很重要的2个目标。那所以跨域学程的这个设立就变得很重要。那这跨域学程不仅仅是学分学程，不仅仅是学位学程，也可能是院的不分系或者校的不分系的这样的制度。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更深入的学习他的专长，更深入的学习他的这个领域。那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些不同的学程，来让学生能够更深入的学习。所以学士荣誉学程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立的一个体系。那随着这个颠覆式的科技慢慢的在出现，我们其实现在的课堂上的教育跟以前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学生呢，现在在上一学期我们实现了很多线上学习、远距教学的结果呢，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现在有1.5倍速的人生啊。所以利用线上的学习系统，然后再来课堂上做讨论，跟老师做互动跟讨论之后，他的学习的效能跟学习速度其实要比以前更快速。所以这样的混成的教学或是混成的学习，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现在的学生学到更好的这未来的能力？那我用这个当成是一个例子了哈。这里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学期都好好的去思考说，我们这个学系的领域专长有哪些？这领域专长可以从它的理论，可以从它的方法，可以从它的应用，甚至可以从刚才同学讲的专案。那怎么样来建立这样的系统，一个一个的领域建立出来，那就可以让同学可以根据他需要的这个专长来选择，想要的专长来选择这个不同的领域。然后我如果用7巧板来当成是一个例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7巧板上面凑出来的这个1、2、5、6、7、8是一只小狗，那5、6、7、8加上1、3、4就变成是一个加上不同颜色出来以后就变成是一只兔子。那你会发现说，5、6、7、8都有，那只有1、2跟1、3、4这样的差别。那这些差别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可以想见的是，不管是狗或是兔子都是什么哺乳类动物嘛，哺乳类动物的5、6、7、8都一样。那但是呢，它经过1、2或经过3、4，就发现说它煮出来的一个是肉食性的猎食者，一个是草食性的被猎食者。所以这样的组合
是变得它可以很活泼的，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领域，组合起来之后，你将来要因应你个人的这个需求，或者因应你个人的职业的这个需求。好，例如，如果我们在院里面设计一个这样不分系的这个学士，那因为我们已经把如果是工学院所有的领域都设立好了，领域专长都设立好了，那甚至其他学院的领域专长也设立好了，那同学们这个 A 同学对机器人有兴趣，他就去修了这个机器人，去修了人工智慧，他也对这个智慧制造有兴趣，所以他去修智慧制造。然后他也发现说，社会科学领域里面的这个社会设计的这个领域专长，我也觉得好喜欢，那我就去修了这个领域专长。修完了之后，那社科学那个工学院可能他就规范说，你必须要修了4个或15个领域专长，我才颁给你一个不分系的这个院学士。那这个跟刚才讲到的空白学生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呢，这个同学进到这个台大来，我们根据我们对同学的调查，大概有30%的同学，他对自己的科系不明白，那但是呢，他对这个大的这个学院有很强的认同感。那如果对于这类同学，他学会了机器人，学会了人工智慧，学会智慧制造，那再学会了一些社会发展的这个未来，他就可以去找一些，例如说自驾车、半导体甚至这个精密机械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些领域专长的这个休息，跟他未来的职涯是可以连接的。那我们再把这个 skill 再放大一点点，全校有这么多领域专长可以选择，那我们学校当然对同学的这个基础的能力，这些通识教育也好，或者共同必修的课程也好，都有很好的规范。但是呢，专业的科目，他去修不同的领域专长，就可以组成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组成。例如说，这个同学对于清除海洋废弃物很有这个使命感。那清除海洋废弃物需要学什么专长？可能要清除它的话，你要机器人去帮忙清除。可能你要认识海洋的生态，你才可以判断什么是垃圾，什么不是垃圾。可能你要有一些人工智慧的这个方式来帮你做判断，那你才更有效的来清除。那另外呢，你还要有一些有机化学这些反应对于清除废弃物更好。那也许你还要修一些在社科人文方面的永续发展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课程或者领域专长。那这样的组合起来之后，我们就认为这个同学应该有这样的能力立志要清理海洋废弃物，他就可以做到清理海洋废弃物这个工作。那我们学校也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来订定一个校部分析的这个学士，那就可以让同学以台湾大学的这个毕业生，我这里是台湾大学了不是湾大是台湾大学，台大台大，那他也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领域专长的这个证书，那他的未来的老板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同学有哪些学历，而不是只有一个台湾大学的学历。好，那对于这个同学们要更深入的这个探究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希望能够成立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学程，那能够很深入的学习的学程。那这是我们建立的这个学士荣誉学程。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像刚才这个管学长讲的，去观察社会、观察未来、观察世界，然后看到世界的什么样的问题是他自己有心想要解决的，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一些假说，他发现这些问题以后，跟他的同学好好的讨论，发现这些问题以后，跟他的老师好好的请教，然后经过这些互动之后，他可以提出假说，他可以提出想要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甚至着手到老师的实验室到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国外来试着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学习的方法，可以让同学更深入的知道他这个领域，他可以学得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学系可以设立这样的这个学士荣誉学程，把更深入的课程放在这样的 program 里面，把这个专题讨论、专题研究，甚至最后这个同学可以来做学士论文，然后因此呢，他就可以获得所谓的这个学士荣誉学程的这个证书。那教学科技变动非常之快，那学生的学习习惯变化也非常快。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科技纳到我们的学习体系来？台湾大学在过去1年中开始建造所谓的未来教室。
我们希望让同学在课堂里面的这个讨论可以变得更容易。同学到了这个教室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分组讨论的这个设计。坐进来这个教室就知道说，我要来这个教室，把我在我自己家里学的，在电脑面前学的，到课堂上来跟人家讨论，跟人家互动，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这个课程内容。那不仅是来教室里面只坐在那边听讲，而是坐在教室里面参与这个课程的进行，让这个学习变得更丰富。那我们在台大也建立了所谓 NTU Core，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同学们能够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那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学习环境是一个无疆界的学习环境，所以 NTU Core 的这个互动式的线上学习平台，现在已经不错，未来还会更好。那我们希望同学们好好的利用这个线上的这个学习的资源，让他学习更深入。那我们也希望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好好利用这样的这个线上学习平台，让他在远端的学习到课堂上来讨论，这样形成的这样的学习的这个系统，这样的混成教与学的这个方法，我相信会是未来翻转台湾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做法。最后，我想要这个呼吁我们教育部了哈，那个在过去我们一直在想的是说。刚才这个我们 Robin 学弟有特别介绍，我们有很多的规范都是在防止这个什么样的不够尽心、不够努力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办学良好、绩效良好，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制度的这个学校，应该要稍微放宽一点。那希望这个高教沙盒的这个理念可以真的获得实现，所以就让我们在培养这个大学的人才的时候，可以更加有弹性，可以更加快速。那几个例子，方面很多了哈，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招生的部分，我们现在台大很努力的在做多元入学的这个方案。那但是呢，教育部它会规定你这个甄试入学只能几%，这个考试入学的只考的有几%，那你在什么样的范畴里面有几%，那甚至每一个的人员的多寡都是限制的非常的仔细。那你就想啊。我如果是法律学院的，我要招的人才是怎么样的人才？会跟生科院的人才会是一样的吗？大概会不一样吧。生科院的人才，我们希望他进入实验室开始做实验，希望他提出的理论跟实际中间的这些实作的部分更多。医学系的更是不一样嘛，不是吗？会考试的就能够当医生吗？好像也不是嘛，可能需要很多实际操作的这一部分。你如果叫一个牙医系的人要做那个牙齿，你找一个手就是很不灵巧的，你以后敢去看牙医吗？可能不太敢。所以每一个学系，他要招生的方法应该要有弹性，应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一部分把它稍微开放一点，让各个学系、各个大学可以决定他自己的这个招生的方式，那可能对适性扬才的这一部分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程度。那另外，当然它还有限制，每一个学系、每一个 program 多少个名额，如果这今年没有招满了，就缺额了。其他的学系今年刚好很热门，很多人来，很多很好的学生，来参加考试，他也不能收，不能多收一个，可以少收很多个，那好可惜哦。对我们高教资源的没有充分的利用，也有点可惜啊。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办学比较良好的大学可以开始来实践这样的比较有弹性的做法？那各位都知道说，在大学里面，台湾的高教的投入其实还蛮低的哈。我们跟我们邻近的这个国家来比，或是我们跟这个欧美的这个有名的学校来比，我们都差很多。经费不够，这是一个 issue。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对于经费使用的限制也是很大的这个限制哈。例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经费，它可能要用在人事费、这个设备费，或者是这个材料费都有固定的名目哈，那不能够留用哈，那这个有一点奇怪哈。如果文学院的他想要拼多一点人来协助他这个在教学上面助教多一点
那这个医学院可能它需要实作的，它的材料费要多一些。那工学院搞不好，它今年刚好需要一个这个教室的整备，所以它需要更多的设备费。那所以这应该有一些可以有的这个调整。那我们其实很高兴哦，那个科技部已经有这样的弹性了。那教育部现在弹性还稍微低一点点。那我们甚至规定我们一个便当80块钱了。我如果在屏东，我觉得80块钱可以吃得很好。但是我在台北80块钱就吃得不够好哈，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最后其实是学程的规范哈，那学程的规范我们各位知道刚才讲的许多学程的规范都需要经过教育部的核可，那我们在校内大概经过6关，约要1年左右，教育部审查要半年，所以1年半才可以准许让你可以招生。那，招生是什么时候？在1年之后。所以等于是从你开始有这个念头，大概2年半到3年才可以开始招生。等你4年训练完之后，已经7年了。刚才我们管学长说，5年就一次变动了，5年就换一个工作了。我们7年来得及吗？7年就开始养了哈。好，所以最后其实我希望能够邀请我们在场的每一位，甚至没来参加的所有关心台湾的这个高等教育的，一起来努力，让我们一起来培育可以大胆创新、可以开创未来的人才。谢谢。今天很高兴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会议谈哈。我们刚刚上半场听到了4位学生他怎么样去突破这个所有的 barriers，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学长、我们的班长。从学校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们对于未来大学的想象，还有在想现在可能在执行的一些方式。但是就像我们班长刚刚提到的，他的愿景之一是希望可以增进所谓的社会共同意识。那当然我们就要去邀请一些其他的相关人士，也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这5位相关人士，包括我是6位相关人士哈。那这6位的话，我稍微介绍一下，但是我会等一下请教他们是他们自己认为为什么被邀请来哈。但是对我右手边的这一位就是《天下》杂志的主编，也是我们的小鱼。然后第一位是我们这个今天都不能讲院长哈，今天是负责在管社会科学院的学长 ，OK， 好。王学长，然后第3位是云象科技的执行长 ，OK， 赵源。第4位应该是相对年轻，不过因为大家都保持很好，所以看不出来他相对年轻。好，所以这一位是目前就职 eSchool 的建成。我的右手边就是他自认为有点胖而且幽默的我们的校长。我就想要我就是谢老师不谢学姐我是谢学姐哈，所以聊聊看，你越认为为什么婉莹为什么被邀请来，是我们抽签抽中的吗？我还以为会从你旁边开始。我想我觉得会邀请的原因，除了我是台大 EMBA 的校友之外，就是说，因为天下杂志长期都关心教育，然后每年出版的教育特刊一直是所有的家长或者是国高中老师的教学现场，甚至是大学的校长或大学非常在乎的一本刊物啊。那我们刚刚也出了一本教育特刊，刚好跟今天的未来大学的想法是非常呼应的。那所有各国的大学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素养教育，然后改革，而不是过去的那个知识的考试啊。那这件事情它在教育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所有的素养教育，就是说我们过去如果现在是一个 Google 搜寻知识都比你更了解的人啊，那其实现在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运用知识来做什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素养教育就是说，你可以运用知识来培养你自己的能力、知识、态度来解决问题啊。那这个在考试现场从招生开始的改变，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是用标准化的考试方式，选择认为 IQ 最好的人，然后进入了学校，那觉得这个就是人才。
但是未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方式，而且他希望你能够探索自我，能够了解自我最擅长的部分是什么，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然后能够团队合作。所以过去那样子考试的方式，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方式？就是彼此竞争，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就是我竞争对手，因为我分数比他高，我就可以有工作的机会，我就可以有进入台大的机会。那它是一个非常竞争，而且非常有时候他会非常 self-centered， 因为他最在乎自己的成绩，锱铢必较。然后呢，他也不太能够团队合作。可是我们未来人才真的不是需要这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年发生的，譬如说 COVID-19， 或者是我们人工智慧的对于所有工作的改革改变，或者我们长照少子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你去了解问题、定义问题，然后用知识来解决这件事情哦。那他会更需要就是说，让每一个学生能够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色，然后你需要的热情是什么，好奇心是什么。那学校透过这个来筛选人才，同时他更重视团队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价值信仰的改变，也就是未来大学如果要改革非常核心的关键哦。那我就是把我们对于教育现场全世界的一些变化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谢谢。好，谢谢管理，希望你没有把后面3题的答案全部讲完。不过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素养教育这个部分。好，那等一下还有一些你们也是天下杂志对于国内外高教的一些趋势，也希望你能够进一步的分享，好吗？那第2位就是管理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学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被邀请的原因是？好，学姐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个未来大学，很大一部分就是谈这个特别是这个科技带来的变动对于这个学校、对于社会、对于职场的这个影响，大学怎么应应。那我想在这方面呢，我们社会科学院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讲大一些所以这我才找我来谈的原因之一了哈。那不过我刚刚突然好像也意识到，我好像也是这个有一个家长的身份。其实我们是因为你是家长才邀请。糟糕，我这准备的方向都错了。好，谢谢我们的王学长。那这位云上科技的执行长。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想，其实我被邀请来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又是不典型的案例。所以从典型的角度来讲，我念建中，然后考上台大医科，然后我到南加大念博士班。可能大家对于某种程度上学霸的想象就是长这样，但是还有我还没有讲完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把前面开场的4位学弟妹经历的路全都走过一遍，然后又走更多。那这就是我不典型的地方。所以我是重考上台大医科的。我在高3的时候呢，完全沉迷在这个奥林匹亚生物竞赛。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跳过联考，直接就是拿金牌，然后考上就不用考上，就是可以上大学哦。那但是当然我的梦就破碎了，所以我跑去重考。那重考之后又修正这个道路，又回到原本这个非常笔直的道路上。那医科念完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想得诺贝尔奖的梦，所以我就跑去南加大念博士班。很显然，我那个梦也没有成功，不然我现在就是在给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 speech 啊。所以我在南加大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非常基础的生物研究。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出国念书的时候，她跟我说：“你是我们家族唯一一个医生，你真的要放弃医生吗？”我那时候安慰她说：“其实念完博士班还是可以回来当医生啊。”殊不知，其实我连博士班都没有念完。我在第8年的时候放弃我的博士班，这个对于一个放弃医学系跑去念博士班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到现在还很少知道我的学长姐有人敢在博士班第8年的时候放弃，而且我放弃的时候是去做一件最夸张的事情，我创了一个软体公司。所以这个是我在过去30几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决定放弃那个最笔直的道路，去挑了一条最歪的路。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之内，其实我们公司还成长了不少，成长到现在变成了60个人。我也聘了很多的这个台大的学弟妹。所以这一路走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走歪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走歪的时候风景非常漂亮。因为我们在台大，在医学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在一条非常笔直的路上面比谁马力比较强，看谁最快到终点。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路是没有终点的，而且这个路上的风景有点无聊，就是旁边开的。
那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把车往旁边开，就往路肩开。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往路肩开？你就变成4轮驱动的车就可以了哈。那旁边的路其实走起来有点痛苦，可是风景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被邀请来的原因。OK， 其实这个有道理。其实它的歪路过程蛮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更吸引人的是他在歪路的过程当中，他还会看风景啊。我觉得这个心态这件事情可能是还蛮重要的地方，这是我们想要跟你多聊的部分。好，接下来这个相对年轻的建成。我想应该是因为我的活力吧。Hello everyone，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做了很长的教学，就是我的职涯的前段很长时间在教学，所以我一方面有可以同理老师的情境，那另外一方面我的很多工作伙伴是大学生，所以我可以多一点点同理大学生的情境，然后再来是我有5年的学校的行政经验，所以我可能也有这个同理的观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今天蛮多朋友应该会想要提出台大没有做好，或者是没有做到的地方。那或许我可以有一些小小贡献，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已经做的事情。OK， 非常好，希望你有把安全帽戴过来，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有类似。好，就是建成，因为他在 D-School， 我们知道说台大的 D-School 其实最近这几年尝试了非常多的创新，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最后一位，这个有点幽默又有点好。我觉得应该是我算是业界不太乖的代表吧，因为刚刚听了那个4位同学还有赵磊的分享，我觉得杂学校反而就是一个这些非典型不太乖人的避难所，就他们特别可以分享找到价值。那其实台大，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非典型的校长上任了以后，他长得跟我们班长有点像。哦，真的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充满了希望，因为我觉得就刚刚讲的一句很好，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赛车，像 F1 会绕弯路，我们就是走直线。所以大家知道，世界上有99.9%是没有道路的，但我们就一直在那个道路上，然后我们在以前的价值。所以我今天刚刚建成问我说我今天要讲什么，其实我讲叫去中心化，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世界。包括科技，包括这些非典型的人，他们，你看刚刚那4位学生，他也以传统的角度，他们根本就在做一些学生不该做的事情，对吧？每次去办什么展览，来找学校办哲学展，莫名其妙，对吧？不好好念书，那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接下来应该会是我论述的一个点。OK， 谢谢。好，所以这样子的逻辑，这样的学生应该还蛮适合去念那个不太乖的学校的部分。好，所以大概其实你们都还蛮贴近我们今天想要去探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我首先就先打开一个问题我想要了解的是，因为你们应该都就近，不只是建成，或者说我们刚刚讲新创的产业，或者说我们讲院长学长，跟年轻人的互动的机会其实应该都还蛮多的。好，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你们就近的观察，不管是跟学校的学生的年轻人，或者是社会的新鲜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们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像刚刚有提到，可能是产学落差的问题，可能是他们有一些迷思的问题，或者是有哪些你们观察到的，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等一下，我不是要找你，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就follow你刚刚的建议，就再从这边开始。好。我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像我们杂学校，如果真的实习生，我们征5位，大概会有1000多个人报名。对，所以我们光选就选到快死掉了。那当然我能接触的就是我看到的。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一大部分的，因为他们价值大于价格，他们对价值，他们追求一个自我价值是大于，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 OK，maybe。或者是他们觉得，因为他们也不会饿死，他不是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在探索。所以对我来讲，他们那个自我价值的追求会比较在意。OK。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国高中生第一名的志愿是 YouTuber，那是一个舞台，他可以宣扬自己的价值，然后被看到。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对，因为我们公司比较。也是去中心化，我们比较没有一个权威，我们很扁平。我们大概20几个人。其实我现在
最大的创意总监是一个2001的孩子。2001年生的孩子。生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早教在沟通年轻人。那我们做了很多以前的逻辑，就是广告创意啊，我们从制片啊、企划脚本弄半天，没有人要看啊。然后就给他看，他就说：“不行，我觉得不会中。”就我们整个那个中年的 team 就听他讲，不会中，那怎么会中？那我也说不上。我这个打断一下，我请教一下校长，您对中年的定义大概是？很敏感，是不是？没有，我想我觉得40，我现在有点像是。你是中年大叔吗？我觉得是中年大叔，对，我是。所以大概40岁以上。对。好，所以你认为应该要听听像2000年之后人的一些想法。对，因为现在我们叫 X 世代嘛，那我儿子叫 Alpha 世代。好，以前叫做他们现在是 device 啊，都是他自己很原生的。Alpha 世代就是他已经内建。那我的意思是，我有点跟不太上。好，但是很抱歉，未来的世界，包括刚刚讲的 AI 啦，包括我们自己在业界的体感科技啦，各种方面，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天哪，这完全真的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才有一些非典型的人去走非典型的路，像个 pioneer 一般，让我们看到典范，然后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好多路可以走。我厘清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讲说现在的年轻人。阿法时代，他可能在追求的是一个价值，而不是价格。你刚刚讲那个价格的意思，他们考虑到成本的概念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可能跟我混在一起都不太考虑成本。对，我厘清这件事情，他们就在追求一个可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价值跟意义。OK，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志扬校长。好，那建成呢？你接触的年轻人，在学校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你看到有什么样的现象？其实我有点难比较转变，因为我已经你还蛮年轻的是，有点看不到转变。好，我有一个是我觉得对于失败跟挫折的包容度，不然自己对自己的，还有他人对这个世代的大学生，因为我觉得很多社群媒体或者是大家很容易接触到的短片 YouTube，都很完美，就是都是呈现好的一面，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这个情况，但反而更少人去专注跟陪伴挫折还有失败的时刻。我想反来说，就是他们也更容易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能力，像刚才讲的，以前可能要制片要这么多的角色，但现在像哲豪他做导演、做制片一个人完成，那当然他还有他的团队，所以我想最主要的差别是。OK， 其实你们刚刚讲的有点类似的概念，就是看到美好，想要追求，但事实上，如果碰到挫折的话，或许还不知道怎么去应变这个挫折，或许没有看到这个挫折，这可能是在追求梦想或价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觉得以前我的路，至少我的路径是好像比较清晰的。如果我可以在国际系毕业，我要找一个行销的工作，然后在外商几年，然后怎么样，这个路径相对清晰一些。但我觉得我现在的假设，我的国际系学弟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这样子，就他有非常多的选项，那这些选项中间需要经历的挫折，过去都没有前人的经验。我想或许我们上一个世代人也会有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给他们 guidance， 这个也是我们的焦虑所存在的。来，赵远，你觉得？其实我也觉得我不够老来讲这个大学生的世代的对。考虑到我才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然后在10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太多其他大学生。是。所以最近突然看到大学生，然后我对比的就是大概10几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那首先，其实我想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想到叫做有一个很常见的词叫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很容易讲到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事实上这句话已经被讲了大概80-90年了。是。如果真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话，现在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论述是完全不成立。但是一代跟一代都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我们现在在看我员工的，或者其实事实上，这个到刚刚我才有一些新的答案，就是说，现在大学生可能表达能力都比以前强，比较愿意去想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变得够不够快呢？很难讲，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比大学生可能还
块。所以接下来讲到说社会新鲜人跟这个业界它的需求有没有落差？我认为可能还是有一点落差，不过这个落差其实也存在这个世界上大概100年之久，这不是一个新鲜事。每一个世代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大学生跟这个业界需求的一个落差。但是我们观察台湾产业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需要痛切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关心台积电，这是一个30年前创业的公司。那绝大部分创业成功的前辈呢，都是20-30年前创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说，因为产业必须要转型，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们的风险。那现在呢，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他们都把它训练成适合已经存在的产业的需求。所以呢，台积电这么好，所以我就把自己塑造成适合进入台积电的样子。那当然，我相信政府有一些这个 incentive， 他希望鼓励创业。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突然挑战太大，就是我们创业的成功的前辈都是30年前创业，在过去这个10几20年间呢，创业非常成功的典范非常少，所以到底该跟谁学，其实是个问号。那但是贸然这个鼓励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叫做不教而杀谓之虐，所以上了战场之后马上就死掉。那我很害怕说，因为贸然的创业，然后造成了一些这个挫折之后呢，他反而又要回去求一个安稳的这个路线。那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是学界跟业界可以一起来想的办法，创造一个比较支持性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去探索。那这中间的确还是真的有一点落差，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学生比较不敢让自己变成领袖，都会被标签成叫做爱出风头。但是其实这个时代需要一些领袖，我觉得领袖的教育是非常需要，而且让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觉得羞耻不敢讲出口。那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觉得社会新鲜人的互动，现在大学生真的比以前活泼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或许有一些，如果还可以再改进一点的是，我认为叫做所谓的 sophistication， 就是多想一些这个社会上的复杂的面向。现在这个社会比以前复杂的太多了。那这方面我讲的话都会有很多的 selection bias， 因为我们是一个软体公司，我看到的全部都是工程师，所以我说不够复杂的时候，其实有可能工程师他们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思考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究跨领域的人才的话，他可能必须要有办法在跟不同的人在互动的时候呢，他都可以面面俱到。我觉得这种训练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非常必须的。其实我这就是为什么2位刚刚这个校长跟赵源，其实你刚刚提到你接触的学生大概是艺术或文化、社会相关的人嘛，你接触到的是工程师嘛，所以当然你的观点上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可是大家都看到现在年轻人，他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鼓励他做很多的创新，那只是让赵源可能提到，在鼓励他们创新的过程有没有一些 guidance， 然后他们碰到挫折的时候，再回到刚刚建成讲的，怎么样去帮他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补充一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大学生有没有什么转变？在最近2年，我发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尤其是今年，很多医学系毕业的学弟妹来问我说，以后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生涯不同的路径的可能性，甚至是刚受完专科医师训练的人想要投我们的履历。我们最近接到很多医学系毕业生的履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因为在台大医科过去统计来讲，绝大部分人毕业之后都是去当医生。我想或许我给他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虚假的梦想，让他们看到原来走另外一条其他路看起来好像也蛮不错的。那所以我们今年跟去年都分别收到一个台大医学系毕业的学弟，刚毕业就来我们这里。他就是其实他本来毕业之后他就想说，我已经拿到医学系的学历，我已经对我爸妈有交代，可以了，我要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这个医学系的学位，因为他们刚好都想要写程式。所以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训练到我这里来非常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让你训练，而且其实事实上他又被骗回医院了。没有说我们跟医院的合作非常需要你的帮忙，但是因为你会写程式，你可以变成这样跨领域的人才。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思维是有蛮多的转变。他们已经开始在思维，就是你刚刚开始的担心是可能大家都是训练出来成为台积电屌的人，可是一方面你也看到，其实年轻人不一定完全这样，他们有想到说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 venture 所提供的机会。下一位演讲者，下一位语坛人应该不能再用说。还没有对，不能够说我没有多少跟年轻人这个长久的对比了嘛，哈，所以我们就看看你用家长的身份，还是用一个资深教员的身份来跟我们谈一下你的观察。好，谢谢。对，的确，可能跟前面几位比，我这个接触这个同学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了，当然也教书也快20年了。那不过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就学生的改变
就这一次这个机会让我真的好好的去检视一下。不过我这边也要先声明一下，我这边也是像刚讲的，我这边也是这个 selection bias， 我这看到都是台大这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即便在这个最优秀的学生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这个转变。我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其实是 echo 今天开会这个会议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特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愿意去接触一个跨领域的这个学习。从一开始的那4位的这个同学，还有刚才我们这个叶同学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从我自己的班上我就看到，我教经济学的时候有医学院的同学来修，我问他说：“你这样是要转行的吗？”他说没有，但是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不过的确是有一位医学院的同学，他现在就是不是医学院，医学系的同学他毕业了。但是现在在纽约念什么生化，他将来说他要做一个新创公司那也有我们自己社会科学院的这个同学呢，他们越来越愿意去资工系修课啦，去数学系修课然后文学院修课，去修很多不同领域的这个课程。那我们也看到在台大里面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双主修辅系，这当然一方面也跟我们把这个双辅修和辅系的这个门槛把它降低，让大家更容易去学习了。然后我们社科院这几年推行的这个跨域专长，也是非常受到学生的这个欢迎。所以我想这大概也跟我们现在社会上一直在强调这跨域学生重要，我觉得已经看到了一点的这个成果了。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就是说他们会越去 care 他们现在学到的东西跟职场的连结。这个连结不是说来这边当做一个职业训练所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而是他们会问说，我觉得学的这个东西到底对他整个生涯的规划整个生涯的发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甚至会主动的去学一些不在既有的课程的这个框架里面，但是他们认为对他未来的职业有发展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那不过我要再提一个就是其实在台大呢，我也看到一些 M 型化的这个发展，就是我们把这些机会、把这些选择放出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确看到一些很优秀的学生，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能够规划自己的学习路径的，他们就可以把这套制度做很好的利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学生他对于一下子给他这么多的选择变得好像你要求他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他有一些我把它称为这个选择性的焦虑他不知道要怎么选，他反而选了这东西，他觉得好像好像说他好像再换到另外一个东西反而有一种这种比较惶恐的这个情形那我刚刚提到这 M 型化，我还要强调另外一点也是观察到，就是说有一些学生他的国际的移动力非常的强，不管是说他在语言上面、跟别人的相处上面、对国际时事的这个了解上面，这个是非常的让人家这个佩服。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呢习惯在舒适圈他甚至离开了家人，他可能从小生活就在家里面，离开了家人，甚至离开了一个县市，从南部来到这边来学习的时候，他觉得他在生活上面、在精神上面、人际关系上面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到这整个社会在变，人的相处的这个环境情况在变，所带来的一些好的还有这个坏的这个改变大概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刚刚学长也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即使是在台大里面，其实也不是大家都一样。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一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体制上面能够更客制化，看到什么样的学生 M 的这一边或者是 M 型的这一边，可能你需要不同的一个路径来去走。你刚刚好像没有以家长的身份来提这个问题。家长这个我就这个就 selection bias 就更严重了，因为我就只有一个孩子。不过我觉得以我观察到他们现在的学习的现象，跟我们当初来比，他们的资源是多了非常的多那他们也因此如果他们要好好的学习，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他们缺少一个，我觉得在他们不管是在学术上面、在学习上面，或者在人生上面一个 inspiration、一个 model 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想从
我们那个年代，也许我们都会有一些被塑造出来一些典范啊，我们就会盲目的去，不管是盲目或者是怎么样去追随。现在他们没有那个东西，他们自己要去寻找，或者要从他们的老师主动的带领当中，让他们去有这个东西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就现在年轻人，你如果给他一个模范，你给他一个方向的话，他们可以冲得很快。但是他们需要有这个东西。OK， 但是目前这个可能更增加他们探索上面的另外一件事情要去突破的。好，谢谢。最后一个就是长期观察这个社会趋势嘛。好，那我相信你这个年轻人有非常多的接触。不是，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邀请我来，原因是因为我是中年妇女，所以我那个了解比较多一点。那其实以前我是那个 Cheers 的创刊总编辑，就是天下集团上的另外一本杂志。那时候常常会创办那本杂志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常常做2000大的企业，他们觉得常常找不到人才，可是很多大学生就说他就找不到他想要的企业，所以之间的那个落差是蛮大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的特质是什么？我觉得他比过去就是更多元，然后其实也蛮优秀的。然后他们也比较追求意义性的工作，他觉得 meaningful， 同时就是但是他们也要过好日子，而不是小日子。意思就是说，他的薪水也不能太差，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要有理想性，所以就是薪水就是很不好。那做志工或者是那时候是可以，可是他进入了职场，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期待啊。那这个想法就是说，那如果你要不错的薪水，或企业要 offer 不错的薪水，其实他就是必须要做价值型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效率导向，然后我们要做创新导向。那过去我们培养教育的人才，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事情，其实他很容易培养就是很会解题的人才，而不是定义问题的人才啊。那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讲说，这未来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就是说值得注意观察的现象，就是譬如说我刚进天下杂志的时候呢，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我们那时候是签字排版。那时候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资深记者都是用那个稿纸写字啊。那我进去的那一年，他们还要做数位化，数位化是什么？就教所有记者如何打电脑，然后考试1分钟打多少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哦。那到了后来，我们当然就是说，就是出纸本，从月刊变成双周刊。那现在在2017年，我们就推出了数位订阅，那也不是纸本了，就变成说你每天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新闻啊。这个对于一个30多年的组织，它对于组织跟人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是pioneer， 在台湾并没有。那所以学校教育出来的人才会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天下可能推数位订阅，还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跟进步。那我们也有报纸媒体推了数位，那看了1年以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的广告就是全部下滑，没有办法做。那这样子的做 pioneer 的事业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不是新闻系教采访写作，然后教媒体识读？那他就可以做得好记者呢？尤其他进入了这个天下杂志，全世界都没有，就是少数的人在做。那我们希望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媒体能够做数位转型，我们能够符合现在年轻人阅读的习惯，他在手机上看新闻，那他可能就要有一种创意、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才会学习这件事情。那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文科的，譬如说新闻学的训练之外，他可能就要对社群，或者对 AI、对大数据、对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它会有 consumer insight， 有时候是很多年轻人想出来的。我们最近在做听天下，就是在 Apple 的那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是推出来1年呢，就是每一天都在前10名。这个一个那么严肃型的媒体，都是知识性的，要跟什么骨癌、百灵果，还有那个嘻哈这样子的媒体拼战，还有那么多人阅读，其实他是一个不是非常 senior 的同仁，他觉得一般人台湾有这样子的 podcast 的习惯，他看见这个趋势，然后他创意思考，然后我们的影视中心就做了音频的东西啊。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不是说不是说是要来讲天下杂志，而是以这个例子来讲说，一个媒体它的变化就非常大了。那学校的训练怎么样来福音未来的变化？因为未来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大家
如何学习，如何应用，如何跟自己相处，如何理解别人的需求，那你所有的知识、能力、态度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哦。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有很优秀，然后他有很多的变化。那我希望我们的未来的年轻人，就是带动产业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创新。它其实是一个价值导向，而不是效率导向的话，那学校的这个大学教育，我觉得就是要做很大幅的改变。谢谢。我们可以听得到环境改变非常大，那年轻人可能也被赋予更多的期望。OK， 那我很感谢刚刚婉瑜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你刚刚提到用你们公司来提到这个转型的困难度，转型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尤其现在要做的是高教的转型。那当然台大刚刚也提到说，台大想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请教这个语谈者，针对刚刚台大所 propose 出来未来大学的几个愿景 ，OK 的看法，比如说要去提升学生们自我实现的能力，或者怎么样去累积集体智慧，或者怎么样去增进所谓的共同的社会共同的这个意识，这几个部分，不晓得各位对于台大现在这样子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补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考量，都可以提出来。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轻松的做法，我不要这样子一个过去或一个回来。好，想要先提出来的就先提出来。来，你的动作最快。我觉得应该我刚刚讲的那个去中心化，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教育系统为什么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我刚刚已经有讲到，就是我们管太多，不信任。那教育部管，学校管。老师管都是用一种防弊那种 KPI 的状态，有没有？就是你反正就符合什么什么。那各位知道吗？在现在业界企业里面要做创新，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去买那个新创，最快的，因为你企业里面教育系统就很像一个房间里面一个超大的大象，你知道吗？你要叫它创新，我 call 你，然后。所以直接那些新创，所以为什么要去中心化？我觉得我在思考一个逻辑啊，就是我有点政治不正确嘛。我觉得如果未来大学真的要改变，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非学校形态的大学，像新创班一样？它不是有一个像台积电，对不起哦，我类比台湾大学叫台积电，它是100年老店这样子。它是不是有像新创班的？像我们在座各位很多，我们现在正在教育创新的路途上在走，它可能是个新的生态，它才有机会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比较解构的，它不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刚刚在建成讲，现在很多方面这个社会啊，包括网络技术啊，都是点对点。那我觉得最大的学校就在社会，我觉得教育的主词就是人跟社会，那人就是个体。然后社会就我们终究要参与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先参与社会？那这个逻辑，如果大家不要管那么多，我的方式就是，因为你不太知道年轻人在干嘛。刚刚那4个他落别上的演讲，你也觉得他在莫名其妙。这个医学系不好好念，在干嘛？可是因为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他有他的方式，而且他在追求某种方式。教育部不要管，学费不要管。学程不要管，管那么多干嘛？连私立都要管。我去年才知道，就是你去管 iPhone 一支卖多少钱，就很莫名其妙。对，要 iPhone 每个人卖8000。所以我的想法是，有没有机会，刚刚那个开放大学，让更多业界的这些新创跟创新们有机会进来，甚至我刚刚讲的非学校体系，就是我们实验教育3法。现在还没到上面，我们现在自学啊、团学啊，包括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非常多。当然，大学它有它的高度跟厚度，研究啦、学术要把握。可是它有没有机会有一个沙盒，让我们这些咱校可不可以来多做一间我自己认为的大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非常愿意。谢谢。其实刚刚我们那个管教部的学长，他其实有提到教育沙盒这个概念，那只是这里面当然有非常非常可能性，包括怎么样跟像杂学这样合作。好，那至于说解构台积电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现在在台积电里面
的这个 UD School， 就是我们台湾大学。我觉得我是台积电并购的一间新创。对我在的地方叫创意设计学院，我们进学院的开头有一个标语叫 We have no answer, find your own one。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呼应今天这个内容，因为我感觉开创未来大家会 focus 在开创这件事情，开创好像是台大要给一个答案的这个感觉。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更多放在未来，就是说未来是不确定性的很高的，未来是有很多挑战、很多挫折的。我们不要去期待一个巨大的巨人给予一个答案该怎么做。那对于未来大学自己内部，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进展，其实包含第一个是对话跟共创，就是如果当未来有非常多挑战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很需要跨域的这个伙伴来参与，所以大家看到Robin 同学的这个简报就会有很多共创的工作坊。再来是有机的结构跟实验的精神。那什么叫有机的结构？其实这个未来大学的工作团队是一直在变动的，它不是开始的时候说那就这3个人，然后你们就负责了。他慢慢在更多的对话，发现说这个人他也愿意投入，也愿意加入，然后变到现在10几个伙伴。然后再来是学习者中心。那我非常希望可以强调，学习者中心的重点不是学生中心，学习者中心的重点是在台大这个地方，每一个参与台大的人都可以是学习者，包含行政人员，包含老师，包含学生一样。那也就是说，当他们需要做出新的尝试，需要可能失败的时候，他可以被包容，他可以被支持。那我自己是行政人员，我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台大有非常多优秀的专业行政人员，那他们需要更多支持他失败的这个系统。那最后一个是 growth mindset， 就是整个大学应该要能够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成长，他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方式来思考。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谢谢。其实刚刚 Robin 他在提到说，学习者为中心，那个学习者本来就不是就是学生，所以我想在过去这1-2年的过程当中，这个旅程我们在探索到底未来大学是个怎么一回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累积集体的智慧。然后因为不同的加进来的 insight， 也会影响到我们 take 什么样的 action，take 什么样的 action 又形成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它其实不断的在动的。所以我刚刚记得还印象蛮深刻，提到学会怎么学习。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件事。好，那当然也包括怎么跟杂学学习，怎么样去做合作。这边有要，你好。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是，在做这个计划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叫校长还在学的计划。未来大学很特殊嘛，那未来大学校长应该什么样？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他是很可爱的一个画面，他自己也回顾到他自己的个人经验。那我觉得在面对像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每个人如果都有机会是一个学生的话，他比较能够用真实的自己去面对不一样的挑战，然后也比较能够去接纳别人，跟一起共创。对于台大提出来这个未来大学的愿景，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针对校长讲的，我其实最有共鸣的，其实主要是这个自我实践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挣扎了非常久。就是说，到底为何而学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答案，所以我才会去重考，所以我才会误入了博士班。而且这件事情你思考了10几年啊，30几年。我在学校，因为我们如果从幼稚园就算在学校，你幼稚园就在思考这件事了。我幼稚园就是跑到学校里面，所以对老师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管教。这位助教小声一点。我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学生，我会一直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学这个，到底要干嘛？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答案是对的？所以其实我从可能国中开始会这样 challenge 老师。那可能我的父母对我非常高的期望，给我非常好的教育，但是我就一直想为什么？所以我发现我们其实不是在自我实践，我们是在实践他人。所以台湾这件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被重复，我们都在实践他人的梦想。所以我在跟这个新人面试的时候呢，有时候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我发现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答案。台湾的学生最容易给的答案是我不要什么。我们非常明确知道我们不要什么，可是问到你要什么时候，就是脑筋一片空白。那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其实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想出来。那时候我看，因为真的很痛苦的状况下，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看，叫做意义的追寻 （Man's Search for Meaning）。这个是意义治疗大师 Viktor Frankl。他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他观察一下他旁边所有的人。他为什么写出那本书呢？他看一下旁边的人哪一个到底可以生存到最后，不是营养好，不是营养好，
是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活到最后。即便你再怎么受弱，你只要知道为何而活，你都可以活到最后。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我做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需要了解我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去实践，然后才是学习。但是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可能我很晚才开窍。所以我觉得在所谓的这个自我实现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被赋予一个机会去探索，说到底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得出来，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学。但是我觉得在学校这边，其实可以给的帮忙是，我们要支持学生去探索，因为我相信是有学生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学校的制度呢不允许他们去探索，不鼓励他们去探索。那我就直接举医学系为例，医学系就是绝对不鼓励你去探索的一个医学院，那其实院长张副校长，那当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不能在病患身上做实验，这一部分我没有说我要在病患身上做实验，但是学程不可以做实验，我认为应该要可以做实验，因为有些学的课我真的觉得是有点莫名其妙，那可不可以不学？可不可以多学一点别的？那医学系以前要这个双修的时候，好像要家长同意，因为有个学弟因为这样子非常痛苦，因为他爸妈不想要让他双修，把他的身份证扣留起来，他认为你就是要念医学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冲突的来源。那这种状况之下，他怎么可能会想要自我实现？更甭谈去开创未来、引领未来。所以我觉得在大学必须要给学生一个可以去探索它的意义，他确定之后呢，支持他，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就尝试去开创未来。那学校必须要提供先给他一个保护的环境，因为现在这个政府鼓励创业，其实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出去创业，突然就把他丢到战场上，没有先让他操演一下，其实这个死得非常快，而且学不到东西，因为你死太快。所以如果有一个沙盒的环境，让他先小规模的试验一下，让他不会突然受这个会死掉的这个伤害的话，他在这过程当中先演练一下，未来他才有足够的勇气去开创未来。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已经有人走过的路呢，我觉得学校可以做一些 case study， 然后让这个还在学的学弟妹去看一下。有时候开创未来，如果你完全没有想象的话，你可能会开创一个很奇怪的未来。所以开创未来有可能有好有坏，这不见得都是开创出我们想要的未来。那但是我也要echo一下说，学校可能也是要一起学习，因为这种模式可能以前也比较少发生。就是说我们支持学生去开创未来，但是会不会不能控制，不知道。搞不好学生把学校弄了一个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也有可能是一个灾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拥抱这种可能性。的确，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未来真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找到一个要去开创未来的这种意义跟动机，有这个动机才会有这个驱力，然后我们可以陪伴着一起去开创未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刚刚没有要这样子点，可是你们还是这样讲，那我只好这样子的做法。谢谢。那如果提到这个高教的未来的这个愿景，特别在台大，就像刚才这个管同学、丁同学、陈同学他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点，我如果把它我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把它用的比较抽象，再把它拉高一点来看的话，我会用2个字来形容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一个是 adapt， 就去适应；另外一个是 lead， 就是去带领。那我说的这个 adapt 这个适应呢，其实它有很多个层面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也有提到这个未来可能工作的这个5年就要换一次工作。那么我们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要教学生的，不再是说你等一下毕业以后到职场上面所需要的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你要去教学生他自己自我学习的能力，让他能够去 adapt to 这个 future， 他未来20-30年、40-50年的这个工作职业发展上面的这个需求。但这讲不容易了啊！你说真的，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你在这边上完4年，他就能够永久在这个社会上生存40-50年了，恐怕不容易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program 里面有提到这个校友保护计划我觉得就是好吧，你如果到了某一个地方，这个科技真的到了一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改变之后，那我们这个保护计划可以让他们回来在这边重新。所以这也是一种 adapt， 我们这整个台大的未来的教育是一个等于说是长期20-30年超过我们校友的 adapt to the future 这个 society 的这种概念哈。那另外一个我要谈的这个 adapt 是这个 adapt to the 这个 individual 的 needs我们刚刚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其实在台大
非常的多样，每个人有他自己不一样的需求，他对于他未来的发展的不一样。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前讲话，以我自己的社会科学院来讲了哈，我们这些就是分什么经济系、政治系、社会系、社工系，这都是100多年前那时候因应当时候的社会的需求，他们来去做的这个区分。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学生他现在的需求不一样了？那可以去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要的适合他们自己的发展的这个方向。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好像也有提到，或者等一下也会提到的这个什么空白学程或者领域专长跨域专长的这一种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就我在呼应，就是刚才我们的丁学长前面讲，就是说应该陈学长说这个不是我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学制100-200年了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不能再以这不变应万变了，所以我们要去 adapt。当然，我们希望 adapt 是在这个形式上的 adapt， 但是我们在教学的内容上面，我们希望我们教出来的学生还是能够 lead 未来这社会的发展。lead 未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所以形式上面去 adapt to 这个形式上面的这个改变，但是在教学的内容上面，我们还是要扮演的这个最前线的这个角色。了解。那个婉瑜，你等一下再回答好吗？好，就是你等一下再把你的想法补进来，因为刚刚我们那个王同学他已经下一个梗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下一个题目。其实我们要更聚焦来谈一下刚刚前面几个学长提出来的一些台大现在已经在想的一些 action plan， 包括刚刚王学长已经提到，他刚刚讲到这个保护计划，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那你也提到空白学程，好。我们刚刚同学在听的时候，或许那个投影片跑得比较快，我们把它比较详细的列出来这几个 action plan。OK， 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包括 Robin， 主要是我们刚刚陈同学他提到的空白学程，那最主要是刚刚提到让学生有自主性，让学生有足够的自主性去定义他认为说他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个学程给他填满，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那在下面就举一些例子来讲，如果学生他有想要解决的问题，他去思考说要解决这样犯罪的议题来讲，他可能需要去学哪些东西，这是一个空白学程的概念。然后第二章讲到，刚刚王学长已经帮我提到，就是校保护计划的一个概念。希望同学们毕业之后，因为其实世界一直在改变，那你还有机会回到学校。那回到学校，当然你有机会跟在校生有进一步的互动跟沟通。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校保护计划。然后第三个流量学习计划，我们这边提到的是针对让学生像老师一样，可以这个所谓的sabbatical。那这个 sabbatical 可能是3个月、1个月都可以，但是重点是你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研究专案，可能是偏向的一个所谓的 project 或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学到有意义的东西之后回来，可以被学校认类成学分。OK， 当然在3件事情，我们现在更聚焦的讨论，我想听听看与会的这个与谈人对于这几件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认为你可以协助之处，好吗？好，在进入这个计划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提前面刚刚那个就是未来大学的一个前提就是其实我刚刚看到前面4位同学的发言，我是觉得非常感动，然后看到管班长对于就是大学想要改变的部分，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决定就是应该鼓励台大就是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那通常为什么计划不太成功的原因，常常是因为落实就是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其实它很多的东西，其实教育是一个还蛮保守的环境。除了说主管单位以外，其实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家长，尤其我们长期面对我们所有的家长，尤其是精英的家长呢，他的反对势力是更庞大，比教育部更难改变的，因为他就是用他过去成功的经验，然后非常 care 他孩子未来的发展。所以他会希望指导他的未来，所以他对于学校所做的所有改变，他会觉得不公平，或者会影响我的学生权益那我觉得天下杂志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多一点的就是鼓吹跟推动然后另外一件事是学生就是在进入这3个之前，我们是有一个前提是说所有人都像他前面那4位都很知道自己要
做什么，然后被绑住。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生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之前呢，有一些前提，就是说我们当然已经做了108课纲啊，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的政策，某种程度作为家长和那个媒体的观察者来讲，它是瑕不掩瑜，就是大方向还是对的。那这个受108课纲的小孩呢，到今年已经上了高2，那我们考招的方式有改变，因为现在考销入学只是占23%，所以进入这个大学里面，就是这个课程的改变，才能够让他们真的说探索自我，能够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学程的发展啊。但是我常常看到2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次去那个大学里面讲，每个那个学生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出国还是念研究所，我不知道这个学系我喜不喜欢，那我要换的话，那你对我的建议是什么？那未来企业的发展是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他每一个问题都要我回答，100个人有100个不同的方向，我怎么可能回答？那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其实有一个成语是非常好，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想我要做什么，可是他都不学习，也不尝试的话，他其实会很迷惘，他一直都在想，然后一直学习都不思考的人呢，你就会看到在那个大学的教室里面都在打瞌睡，因为他就是学习，他没有动机，他没有兴趣，你怎么教他，他就是没有兴趣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 program，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以前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那大家比较重视前2面，那解惑是说，你有空来找我，我再帮你解惑。以后的老师可能要很大的改变，是解惑是第一个，你要当教练，就是跟他讨论说，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有兴趣是什么，他才有能力去做这是空白学程、学习流浪计划。否则他每个人都跑来问你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太多了。那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包括program， 包括老师，还有包括这个机制。当然就是说媒体也要负担他的责任，就是教导我们的小孩说，未来是一个创意发展的，是一个披萨都要考创意思考的，是这样子取向的。那所有的家长也都要用过去那种考分数，然后上了名校就会好大学好工作的，会赚很多钱或者社会地位，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不是人生的意义跟发展，就是我们媒体也会善尽这样子的责任。所以我刚刚的提醒就是说怎么样教导孩子能够真正的有一个自主思考学习的能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这个program 进行之前。谢谢。然后后面3个，请大家因为你刚刚已经有提到这个部分，对，其实这里面不会只是一个计划这样丢出来，一定是要有相关的人士或者是相关的机制，可以一起去推动这样子的内容。那媒体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如果我很简单的赶快把这一题回答完的话，就是空白学生刚刚就说你自己心里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校友保护，我也觉得我很需要再回来学校多读书就是说有一些交换意见，也可以把我自己的经验跟这个学校做更多的整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机制啊。然后流浪学习计划，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人生当中有1年的时间是在国外，我觉得它对于我的人生或对我的工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哦。我觉得这些计划都是很值得鼓励的。谢谢。可是你已经毕业拿不到3倍券，拿不到3倍券，我开玩笑。来，接下来，我为了支持学校，我不需要3倍券。欢迎，道理已经把麦克风拿起来了。现在那个 challenge 这个在座的各位课堂小考，请问翘课来参加的同学可以举一下手。翘课来参加的同学。这叫做有人创新。这2个也跳，其实我也是我也是。因为我想到这个，其实未来大学要做的，或许叫第一个实验，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够重要就可以来。那如果说他们因为这样来，然后被记缺席的话，也希望这个回去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来上未来大学的课，其实就是在上大学的课，不管你是哪一个学程。那其实我对于空白学程非常有感，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奇怪的学习历程。如果要问起我的专长是什么，其实我完全讲不出来。但是我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说，我对血液学的知识有一些，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湖水影片的 AI， 所以我也自学 AI， 自学到跑去成大去当业界的讲师哦。但是其实我拿不到教师的资格，因为我不是没有毕业，所以我申请教职的时候会 fail， 我也不能申请科技部的计划。那所以我这样子的学习历程，在现在这个体制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讲不太出来我到底是什么。
那我也学了一点法律，所以我对公司法熟悉。那我也对人体研究法熟悉。那但是我现在又想要学会计学，因为我对公司的财务必须要知道。我也对于经济学有兴趣，我也对于这个外交有兴趣。想要学行销吗？是，非常想。那我也学妆型环境，我也写这个程式，我也做影像分析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原来创业的时候会需要学这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东西。那又接着进一步讲到校友保护计划，因为有些事情就是世界上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在学校就已经预期，我们可能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啊，好像要回去 update 一下。而且再说，即便是同一个学问，其实3-5年更新一次，你当年学的跟现在最新的知识其实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学校那个疆界，就是毕业前、毕业后，我觉得这个线或许可以擦掉，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台大的校友。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带回来学。那甚至呢，就是说在学校学一学，觉得或许可以出去了，那就出去流浪一下，搞不好已经够用了。谁说一定要毕业才够用？这其实很难讲，可能学到大2就觉得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出去用？真的不够的时候再回来学。那当然，这个什么时候拿到学，这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那讲到空白学程，我有一个概念想跟大家分享，这其实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才有一个灵感，就是说空白学程不能完全空白，因为这有点太可怕。就像在西洋棋的这个学习里面，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玩西洋棋，其实最近那个 Queen's Gambit 实在太红了。那 Queen's Gambit 它是其中一个很经典的 opening。那西洋棋的大师在学习的时候呢，他们会针对这个所谓的 opening、middle game 跟 end game 去看一下历史上曾经有做过的大家大师发想过的这些重要的 opening 的 move，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所谓的 opening book。你学不是完全凭空学习，不是说那我是跟我爸妈这个下棋下久了就有 insight， 不是这样子，这样太慢，因为棋局的变化实在太多了。所以通常大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先把这个经典的 opening 先全部研究一次之后呢，根基于那个他再去做一些变化，所以这样子学习会比较有效率。所以把同样的概念应用回来空白学程呢，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 template。那我们有一个起手式，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视状况调整，就是可以快速的调整音律。因为完全空白，其实我觉得对某一些学生来讲，或许压力太过庞大，因为他还真的不知道他要往哪边去。当然，我想这个机制可能在未来大学讨论里面也有叫做这个陪读或者辅导的机制，就是说已经有人走过比较奇怪的路，他知道可能遇到什么状况，可以给你一些提点。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我想提倡的概念就是说，或许有时候这个老师跟学生的这个角色可以兑换一下。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讲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但是我觉得总归讲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学习的体制有很多的限制，但我觉得未来大学尝试去突破这些限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尝试。谢谢。其实你刚刚，因为我后面你刚刚在提到说，给学生太多的选择可能会产生焦虑，所以如果空白学程是非常的 possibility， 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的话，搞不好学生在里面钻非常的久，所以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面要给学生 overview， 然后再一些提点。好，那个我知道你要讲话，可是我要给詹同学，他说他要讲话。哦，詹同学要讲话吗？OK， 好，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我也不会一个一个这样讲。好，那我现在其实会比较针对开放问题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大概还是留15分钟的时间，我想说在场的这个参加的同学或者是家长，或者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娃仔，他喜欢滑，所以我希望他喜欢。各位同学，因为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slide 上面的问题还蛮多的那因为也很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原则上会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选1-2个来回答。不过各位的问题，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我们会这样做，我们会在未来大学的网站上面，因为他现在在未来大学的网站是就是说给各位填，然后填完之后会有一个方块一个方块，那我们会帮各位填，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简短的回应。所以各位的问题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会想办法回应。那很抱歉没有办法在现场马上回答，不过就是也请各位在随时注意我们的网站。好，那刚刚提出来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最上面把字放大这个部分对于现在讲求的跨越人才，请问大学生该如何整合业界资源和学校的资源往自己适性的方向发展？这个部分最年轻的这个建成是不是要稍微先回答一下？我想一下，我其实老实讲，我比较多的准备是在刚刚的那个题目。其实我可不可以用很快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要讲空白还是有啦？空
空白是我流浪。3个会一个讲。好，对，那我给你很快2分钟的时间。好。我觉得其实这3个计划是在讲一件事情，跟这个也很接近，是迷惘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我怕大家会以为台大在提出一些你如果迷惘你就这样，你如果迷惘你就这样，那会有点像是你去一个景点，然后到了以后发现跟我想的其实还是不一样，我还是迷惘，然后延迟这个迷惘，可能大学结束以后，那先延迟这个迷惘，我就先念研究所好了，这样。所以这3个计划其实它其实是要一起看的，也就是说，刚刚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空白学生，我不太能确定，如果全部空白的话怎么办？所以流浪学习计划是希望让你在主体性，你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你有办法做一个很正当的探索，因为这个你可以去流浪这样。那才接到这个空白学生。那其实对于在业界的人也是一样，基本上就你不可能叫业界的人去流浪。那我觉得校友网络计划比较偏向是他有方向的。他应该可以流浪，他已经创业6次失败了嘛。对，流浪方面可能对，他对。那这个逻辑有点像是背包客的情况，就是我是自助旅行的，我开始要培养像这样的心态跟习惯。那如果回到刚才的那个题目。就是结合资源，对产业跟学校的资源。我自己觉得比较关键的事情是，像我们在做回想计划的核心都是你自己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这边写的事情发展，好像事情是跟我没关系的事情。我经过了某种测验以后，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是反思跟知道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跟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台大现在有非常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投入，包含创业学院也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社会上有很多计划。那我觉得刚刚赵源有提到很多他自己企业内部在推动的事情，我想这个题目应该保留给他。OK， 好，在赵源回答之前的话，我补充说明一下哈。刚刚建总在提到了，刚前面提的那个3群 H-Learning， 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流浪学习计划、流浪计划里面，其实你可能有更多的实践跟反思。有这样子的实践跟反思，你回来再去 define 你的那个空白，其实可能会更丰富，或者可能是更有意义。那另外再回到刚刚讲说这个产业跟业界的这个怎么样资源的交流，这个部分我再请赵源来做的补充。所以其实我自己在产业界可能也在想这个未来产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产业其实我自己都说有点老，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在2年前，因为我学 AI 有一些成果之后呢，我就跟这个成大的一个教授毛遂自荐，那他就开课，然后让我当业界讲师，所以整个学期的课是我在教的。我早上教他们这个深度神经网络的这个理论，下午带他们实作。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尝试，因为一个医生去教人家写程式。那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实验是说我把班上2个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呢，就带到我们公司来实习。所以他们在进台大这个资工硕士班之前，就先在我们公司被训练了一下。所以我们就帮了这个台大资工一把，他们2个一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开始打比赛。那最后呢，他们2个毕业之后呢，其中有一个还回到我们公司来面试，而且是在最近这一批里面面试表现最好，所以他要回到我们公司来。所以其实事实上，我想这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整合资源？其实事实上2边多一点互动就可以。业界人还是可以回到学校来教导一些我们认为我们学到的，在学界学不到的。那甚至学生也可以在暑假就进到这个业界来实习，每1年都实习。所以我们现在收实习生也收得很早，大2就来实习，然后每个暑假来，他都可以看到公司的变化，他也可以知道自己还要回到在学校在学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机制可以做。其实也是分享管理学院也是有非常多请业界不只是回来分享，而且还跟业界一起共同开发课程。那我想这个也是一部分可以在2边的一个资源做对接的一个部分。好。阿志，第2个题目要阿志来回答的是，之前听说许多前辈的建议去探索世界、打开视野，尤其常常被鼓励出国学习读书，眼光跟视野非常的重要。但其实对多数的同学孩子来说，出国读书游学真的不容易。所以想要请问，视野也一定局限在出国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缩短这样子的一个差距？阿志来回答一下。反正现在都不用出国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一群人类群聚在这里。我觉得啦，我刚刚迷惘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被以前的那个童话故事骗了，就是王子跟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跟你讲，我也很迷惘，班长也很迷惘，学长都很迷惘，他们超迷惘的，我相信你们都很迷惘，所以它本来就是个常态，所以你不要想要解决它，好，这是第一个逻辑。那第二个，我觉得刚刚问的一些问题，坦白说，有时候我都是觉得是假议题，就是说我常常被问说你创业跟生活跟家庭怎么兼顾？假议题啊，你来创业就知道了，你就能兼顾就多兼顾啊，不然要怎么兼顾？然后讲他说什么我身心灵平衡没有，好，那我觉得刚刚为什么是假议题？刚刚说什么资源啊什么，其实你根本因为对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所以我只给你两个字的答案叫行动。我觉得你就去做，你不会知道那一个做的那个动作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做就对了。你会说老师要做什么？然后你们刚刚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假，就是我们现在也不能出国，所以你们视野变得很差嘛，对吧？那事在人为啦，我觉得，而且你们知道，现在我跟我们那个主编一样，我也是活在那个这就是签字的那时候的末代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你们现在电脑手机一打开就全世界了。对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说什么，因为我怎样，我觉得行动是一切的指导原则，就是你只要去做那件事情，包括你今天翘课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那就会开启另外一条那个平行宇宙的另外一条选择。对，我觉得就是行动，然后不要太多理由。那你说我找不到怎么办？那就行动。我也还在找，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找，我只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一个 track， 好像找到了一点，搞不好2年后我觉得没有，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到另外一边。本来人生就是这样。是啊，而且你不断在定义你多重的这个身份，是吧？也不需要被定义，你知道吗？对，以前都会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地瓜校长。以后搞不好变番薯。对，所以是不断的在改变你的身份。番薯跟地瓜是一样的。你还蛮清楚的，你还蛮清楚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不好意思，在座的同学，其实我们探讨未来大学是个严肃的议题，但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用比较轻松、诙谐、开放的态度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重视这件事情，好不好？接下来下一个题目是吗？请问未来大学所谓好学生，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听到婉瑜也有提到这件事嘛，好，还是在看学习成绩吗？所以所谓未来大学所谓的好学生的定义，跟现在所谓的好学生的定义有什么样的差别 ？OK， 你就直接点名了。我自己回答。好。对，其实我们后来有做一个，就是我们看了一个国外的研究哈，他就是做了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说为什么所谓很多的那种最好学生考试最好的一些好学生，为什么后来的成就跟他的那个是不相同的啊？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说你用 SOP， 你用考 IQ 的那种方式去用标准化的考试筛选出来的人呢，然后他可能不一定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好学生，大家一定要打破那种想法，或者尤其是家长，我觉得家长还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好学生这个好，其实他就是有人是不好的咯，所以不是的，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或者一枝草一点露，就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我们最近有那么多的新闻的冲击，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我们怎么样发掘他最珍贵的部分，让他适性发展？那当然，我们对于台大学生有不同的期待，因为能者多劳，你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你就要负担比较大的责任，然后更要重视人品格或者价值观，那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培养向上看的精英，而是愿意向下伸手帮助别人的一个领导者。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学生的定义，而是透过不同层级的大学，因为他的条件环境或能力不同，只要每个人能够发挥所长，我觉得就是好学生。这个蛮有趣的，有好就有坏，好像我们又陷入到二元论的一个
这个争论里面。那刚刚不是在说未来是多元的吗？那刚刚那个家长哈，我觉得这个因为一直在讲说家长的态度改变很重要，所以刚刚那个院长吧，这个我们学长又被点名了。你对这件事情好学生或好孩子？是这个是说这个定义跟现在有哪些差别嘛？好，那当然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牵涉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未来大学的理念。我们希望这个学生能够从未来大学里面得到什么跟现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但是我同意要先呼应一下，我觉得不要用好，我觉得他这边好学生特别挂号起来，我觉得他的意思是那个意思。不过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未来大学如果在刚刚前面有几个问题也有问到的，就是我们这几个很特别的这些 program， 它到底我觉得它 eventually 终极是要让我们学到是要做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大学提供一个，至少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实践你自己知识的能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东西会从刚才的这个流浪的这个计划里面，它就是一种流浪学习，我觉得重点在学习，不在流浪，你到处都可以学习，但是利用这个流浪机会去学习。为什么利用流浪机会去学习？流浪的时候，让你在一个不拘束的环境之下，你看看怎么样把你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东西这个实践应用出来。那这其实跟刚刚我们学长也都提到的什么荣誉学程这也是一种实践你知识的能力。有人将来就是要走这个 academic research 的这个道路。我们用这个荣誉学程的方式，让你把你学到的东西、课堂学到的写成一篇 paper， 他得到了一个他自己认定他的这个兴趣在那里了。那他将来，因为之前有一个这个调查它里面发现到说，什么样的学生他在毕业之后他的学习成就感比较高，还有他进入职场的时候他的职场的满意度比较高呢？很多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这个 project， 像我们前面同学说办过展览参加过 project， 或者是出国这个留学出国游学。那这些所有种种当然还有像实习啦这些种种的事情，其实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学习能够真正在你的手中把它运用出来的那一种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未来大学什么是所谓的好学生呢？你真的能够把你的在学校里面的所学找到一个应用的地方，找到一个你真的感觉它不再是一个课本上的一个知识的那种地方。我觉得那是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在大学里面的学生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它不一定是好学生的这种概念，但是是一个未来大学我们希望训练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学生，更能够去实践自我，或者是更能够把你所学应用找到你适合的一个场域。这样，建成你这样补充吗？我想有一个 quick feedback，就是我觉得好学生是跟他被观看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因为以前观看的方式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我们在评鉴上或者在就是成绩好，所以他就是好的学生。那我觉得未来大学比较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 portfolio， 就这个学生被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他有没有机会被用不同的方式认识？因为有机会被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也有机会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他自己，以至于他不需要变成一个好的学生。那或许我觉得这个议题，就是过去一直可能都不是好学生的一个我们的管班长，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补充一下，他心目中未来大学的好学生的定义是什么？对。我想刚刚他那个前面几位已经有提到了说，未来也许不应该这么简单，就是用一个好字来定义。这是我要强调的，我心目中想到的不一样的学生，而不是用好字来定义。我会想象有很多不同的标准。现在定义的所谓的好学生，大概都是很简单，一个很现行，就是用成绩。成绩是个最简单、最快切分好学生的方法。但我心目中想象未来大学，我们刚刚为什么鼓励一些不同的，包括自我实践在内，就希望透过这种不同的方式去鉴别不同的学生，他可能有不同的表现，而他的不同表现都取决于他能够实践什么、完成什么、解决什么。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不得已还是得用好学生那个好字来讲的话，就像我自己在看很多学生的时候，我也喜欢的是学生是敢于去挑战，敢于去追问一些，但是只是追问没有用，我还希望看到他是不是真的还能够实际去做出来一些东西。然后，特别是我喜欢看到的是比较野的，就是他不是那么受制度束缚，他敢去
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那都是代表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可能，然后敢于挑战权威，但是最好不要太挑战校长。好，最好不要，因为反正校长没在这里，然后讲什么都可以，好，没有关系。那个，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想最后刚好就是在讲这个实践跟采取行动这件事，所以我想请最后语坛人，你们花30秒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这结束之后，你认为你想要马上采取的行动，跟我们这个未来大学相关的，你认为你最想要去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好吗？好。就是刚刚在会场期间，我收到一个简讯，就是我的小侄女，她像我的女儿一样，她说她真是上了台大。所以呢，这跟我们未来大学非常有关系。就是我真的就是要非常鼓励，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台大的一级主管，在做这个未来大学的人，就是《天下杂志》。他常常把镁光灯打在那个20% 愿意改变的人身上。我们知道那个80% 要沟通的人非常困难。那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的小子女，所有的下一代，我们就是做媒体的跟做教育的领导者，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未来大学的 program 在方向上、在理念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在细节上能够落实得很好。这个就是我回去一定会做的事。谢谢，也请这个媒体继续跟政客并起来，好不好？好，那我们王学长，你想要采取什么行动？30秒，我觉得 echo 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未来大学，常常心里面先出来的都是问号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我一定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来了解，能够来认同，然后。重要的是说，有一些这些的理念，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了啊。那我也会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学院的教学上面，能够就是很快的就来把它尝试一下。OK， 谢谢赵源，你想要采取什么行动？首先，我想简短回应一下刚刚那个问题。请问未来大学所谓好学生的定义，我觉得这个问题问错了，这应该是问你心中自己怎么想，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自己。因为让别人来定义你自己的话，你就永远没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所以我想下面有一些同学讲到，就是未来不希望有好学生这个词。我觉得如果你要定义自己是好学生，我觉得是 OK， 但总之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那所以就讲回自我实现的问题，就是说未来其实我们要多花一些心力，再想一下到底怎么样自我实现，然后学校怎么样提供的支持的环境。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在跟大学合作这边，我觉得企业跟大学合作弹性可以多一点，甚至我也很希望我们的这个母校的医学院，或许会有些学程可以跟这个企业一起设计，因为这种机制目前不存在。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丧失了非常多的机会，那我们有这个善意，希望可以跟母校一起做一些事情。好，谢谢采取行动。建成，如果只有30秒的话，我希望把这30秒用在让大家认识未来大学背后行政团队的伙伴，他们非常用心跟努力譬如扶贫、梦涵、小竹、孟汉、玉达，还有未来大学的学生团队Alex、荣誉、婕妤没有，我记得孟婷、玉祥还有陈婷。想要采取什么行动？我觉得我还是持续的去 empower 这些所谓的创变者，我觉得希望改变教育的人。然后我的行动就是11月21号杂学校今年的线上展。这是性行销？不是，如果你要采取行动，你现在还不知道干嘛的话，你去看免费的。然后这次会有全世界不同在教育创新做努力的人来这边，然后你在玩 game， 然后第一次我们办线上，所以这次有各种的国际论坛、工作坊，还有论坛、讲堂，反正一堆啦，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哦。所以11月21礼拜六中午12点，只有24小时，啪啪 school。那如果你真的要行动，你就进去看人家到底在怎么自我实现，到底在非典型在做些什么，这样。感谢。我想最后补充一个，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做的行动，就是这个礼拜天是回想计划，2020今年回想计划截止时间，对，你可以马上采取行动，你只要到他的官网。回想计划真的很棒。对，然后最后感谢我的团队阿华庭。好，赵伟你要广告什么吗？真的，那
我想这是一直 ongoing 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一直持续在做。OK， 王学长，你要招生吗？欢迎来参加我们社会科学院。我们在这个跨域学习、跨域教导上面，应该是走得比较快、比较前面的。OK， 天下杂志要搞进去吗？天下杂志很阅读这样子，但是会这书的。谢谢。然后这个助教还有想讲话，来。对对对，那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立刻采取行动嘛。请立刻扫 QR code， 然后请认真的填问卷，因为你们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的面对。那填完问卷之后呢，也谢谢天下杂志，大家可以在外面领本天下杂志哦，然后去教育。填完了才能领嘛。对对对，填完才能领的。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哈，在这样的开放的空间，然后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在未来大学迈向未来大学都是一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希望未来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官网都会继续打开。然后台大这边，我们刚刚讲 Discord 的团队，还有在座老师、师长们，现在回到师长哈，都希望能够继续跟各位对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下课了，谢谢。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